然后来看一下这一张，整体这个眼睛的位置高了，眼睛的位置大概从头顶到下巴的1/2处，这是一点。然后呢，后脑勺画太平了，感觉脑袋后边少了个结构，少了一块。头发搭在头骨上，这个斜过去，因为头发蓬松啊，和有一个厚度，它和头骨之间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然后耳朵的大小和位置，耳朵的上边缘和这个眉弓相互比较一下，基本上在同一水平位，但是呢，耳朵稍低一点点。耳朵呢下端点和鼻底相互比较一下，基本上在同一个水平位。然后耳朵和眼睛之间大概等于一个耳朵的长度，这是长度，可以进行一些比较，来确保这个形的准确。然后脖子后边啊，离耳朵之间有多远，这个感觉有点太过于远了。后面的这根趋势，就感觉脖子上边有点过宽了。咱来看一下头骨，你看这个头骨画出来之后呢，它就比头发还往外。那么头发的轮廓在这儿，头骨在这儿，那肯定是对应不上。头发的轮廓一定要宽出头骨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上面这个问题，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在同一个水平位，或者说颧弓稍微的高一点。然后给皮肤和面部的皮肌留一些宽度，不要直接贴着这个外轮廓画这个骨骼啊，这里要留一个小宽度。你看，因为一开始这个耳朵的位置没有画对，所以说颧弓呢就画错了地方，耳朵低了，耳朵位置有点低，眼睛的位置有点高，所以说导致了下颌的空间不够，这个地方就画的极窄。然后它下颌的宽度这样的话才看起来舒服一些。然后它的乳突位置也低了，鼻前棘、颧骨底还有颅骨底这几个位置大概在同一个水平位。那它头骨的造型大概应该是这样，这应该再低一点，它的眼睛在这儿。只要前面的这个结构都对的话，这些肌肉是不会出现太多问题的。肌肉出现的问题无非就是它的起止点不够准确。那如果这个乳突提上来的话，在这个位置，胸锁乳突肌大概应该在这儿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呢，它不是扩开的啊，不是这样扩开的，它是往前转的，也就是它和锁骨之间有一个窝，大概是这样。